佛陀说无我。佛陀说，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没有灵魂，没有一个坐在你身体里发号施令的主人翁。可是同一位佛陀却又反复告诉我们，人死之后会堕入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丝毫不爽。你发现矛盾在哪里了吗？既然根本没有我，那么在六道里投胎转世的到底是谁？造恶的是这一生的你，下一世堕入恶道受苦的，如果不是你，那报应凭什么算到你头上？可如果那个受报的仍旧是你，岂不是恰恰证明真的有一个贯穿生死而不变的我在吗？也许你会觉得这听起来太抽象了，离我的生活好远。可是请你想一想，这样的画面，当我们站在一位至亲的灵前，看着那一张熟悉的照片，心里一定会忍不住地问，他到底去了哪里？那个疼我们的人，那个活生生的灵魂，是不是还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们？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在来生再相见？这一份最深的思念与追问，其实问的正是同一个问题。如果佛陀说的对，根本就没有一个不变的他，那么我们日夜思念的到底是谁？如果连一个可以投胎、可以重逢的灵魂都没有，那轮回这两个字又还剩下什么意义？你看，这个看似高深的哲学难题，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次的生离死别里，藏在每一个深夜对生命的叩问中。它从来就不只是佛学院里的思辨，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最终要往哪里去的大事。这个问题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佛法的心脏。因为佛法有两根最重要的柱子，一根叫无我，一根叫因果轮回。这两根柱子摆在一起，看起来竟像是水火不容。少了无我，佛法就和其他讲灵魂不灭的宗教没了分别；少了因果轮回，行善修行又失去了根本的意义。他们一个都不能丢，却又彼此顶撞。2000多年来，从印度到中国，从那先比丘到禅宗，历代祖师，无数的智者前仆后继，就是想拔出这根刺，而他们最后给出的答案很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生命的想象。因为在生死里轮转的那个东西，它不是灵魂，不是意识，甚至不是任何一个你叫得出名字的我，真相竟然是它。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一层一层往下挖，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生死的汪洋里漂流不息。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天天挂在嘴边的那个我到底是什么？请你现在就停下来，在心里指一指，你的那个我究竟在哪里？你大概会说，我就是我啊，我这个人不就好端端在这里吗？可是佛陀会微笑着追问下去，你的身体是你吗？先别急着回答。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你身上绝大多数的细胞每隔几年就会彻底更换一轮。此刻构成你的这一堆细胞和7年前那一堆几乎已经不是同一批了。那么请问，镜子里的你和相簿里那个3岁的娃娃还是同一具身体吗？如果连一根头发、一块皮肤都在不停的生灭代谢，那个所谓不变的身体又躲在哪里呢？西方哲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实验，叫做忒修斯之船。说有一艘船航行途中，木板一块一块地烂掉，就一块一块地换上新的。等到全船的木板都被换过一遍，请问这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是，可它已经没有一块原来的木料了。如果不是，那它究竟是在哪一块木板换上去的那一刻变成了另一艘船？你有没有发现，这艘船就是你的身体？你这一生其实一直坐在一艘不停换木板的船上，却始终觉得自己是同一个人。这种笃定到底从何而来？好，身体靠不住，那么换一个。你的情绪是你吗？可是你昨天还在为一件事暴跳如雷，今天却已经风平浪静。你的想法是你吗？可是你10年前深信不疑的许多东西，今天回头再看，或许只觉得幼稚可笑。你的念头更是如此，前1秒还在想中午吃什么，后1秒就飘到了千里之外。
佛陀把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拆成了5个部分，叫做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这副肉身，受是种种感受，想是分别认知，行是意志的造作与习气，识是了别的意识。佛陀请我们仔细地看，这5样东西哪一样是恒常不变的？哪一样是你能够完全做主的？没有，它们全都在刹那刹那地升起，又刹那刹那地灭去，像瀑布奔腾的水，像烛台跳动的焰，看似有一个稳定的形状，其实没有一刻是真正静止的。这就是无我真正的意思，请你一定要听清楚。佛陀说无我，并不是说你不存在，并不是要你否认自己正活生生的在这里呼吸，在这里看影片。佛陀否定的只是那个藏在一切背后永恒不变，能够独立自主的核心。你可以存在，你的喜怒哀乐可以存在，只是在这一切现象的背后，你找不到一个叫做我的实体。这就好比河面上的一个漩涡，你看着那个漩涡，它有形状，有位置，可以持续很久，你甚至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可你若真的伸手进去抓，会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只有不断流过的水。你就是那个漩涡，有现象，有作用，却没有一个实心不变的东西。漩涡不是水的主人，漩涡只是水流动的一种样子。有意思的是，这个2000多年前的洞见，近几十年来竟然在现代脑科学里找到了回响。当科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去扫描人的大脑，想找出那个发号施令的我到底躲在哪个角落的时候，他们一无所获。大脑里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自我中心，没有一个小人坐在里面，看着荧幕，操纵着一切。你的自我感其实是由许多分散的神经回路，在每一个当下临时拼凑、动态生成出来的一个模型。有位研究者说得很直白，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大脑和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流变之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对应得上那个不变的自我。脑科学里还有几个实验会让你更加坐立不安。有一个著名的橡胶手实验，研究者把一只假的橡胶手摆在你面前，用屏风挡住你真正的手，然后同时轻轻地抚摸这2只手。用不了多久，你的大脑就会被骗过去，真心实意地把那只橡胶假手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时候，若有人拿针去戳那只假手，你会吓得猛地缩回。你看，连你对这一副身体的拥有感都可以被轻易地制造出来，也可以被轻易地欺骗。它并不是什么铁板一块的事实，而是大脑临时给你的一种感觉。还有更叫人不安的，科学家发现，在你自以为做出某一个决定的那一刻之前，你的大脑其实早就已经悄悄地启动了。也就是说，往往是身体先动了念头，然后那个叫做我的意识才后知后觉地跳出来，自作主张地宣称这是我决定的。这个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反倒更像一个事后才赶到现场，忙着给一切编故事贴上是我做的标签的旁白而已。你看，佛陀在菩提树下用禅观所照见的，和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仪器所测到的，竟然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我们一直以为坚固无比的那个我，原来只是大脑不停编织出来的一个故事。好，现在我们知道了，我确实像是一个幻觉，是水面上的漩涡。可是天大的麻烦来了，漩涡里既然空无一物，那到底是什么在轮回？又是谁在承受因果报应？这个致命的问题，早在2100多年前就已经被一位国王赤裸裸地摆到了一位高僧的面前。要说清楚这一场对话，得先把镜头拉到古印度的西北边陲。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把希腊的文明一路带到了中亚和印度河流域。他死后，他的部将们在这一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希腊化的王国。就在这种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奇特土壤上，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希腊裔君王。他统治着犍陀罗一带，汉传的经典里把他的名字译作弥兰陀或者弥兰王。这位国王继承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
能言善辩，见谁辩谁，把当地的修行人问得个个哑口无言，没有一个招架得住。而能够接下他这一场世纪之变的，是一位智慧深不可测的高僧，名叫那仙。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意思是龙君。一位是手握重兵，满脑子希腊逻辑的帝王，一位是洞彻了生死、一身佛法的圣僧。他们之间的这一场巅峰对话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就是流传至今的《那仙比丘经》。它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印度的佛教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而那仙比丘一开场就给这位骄傲的国王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弥兰王一见面，客气地问：请问尊者尊姓大名？那仙回答：人们都叫我那仙，但这个那仙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一个假名罢了，这里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仙，国王一听，机会来了，立刻发难。既然没有真实的那仙，那么是谁在穿衣吃饭，又是谁在修行说法？你说的那仙，难道是你的头发吗？是你的指甲、牙齿、皮肉、骨头吗？是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吗？还是你心里的那些感受和念头？国王一样一样地追问过去，那仙一样一样地回答，都不是。国王得意极了，那既然这些通通都不是那仙，可见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那仙。你刚才分明是在骗我。那仙不慌不忙反问国王：大王，您今天是坐车来的吧？那么请问什么才是车？车轴是车吗？国王说不是。车轮是车吗？车轮只是车轮。那么车辕是车吗？车厢是车吗？轮上的辐条是车吗？国王只好一一承认，都不是。那仙笑了。那么把这些零件通通拆开，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车的东西存在吗？国王一时语塞，也没有。那仙这才点破，正是这些零件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我们才方便地称它为车。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正是头、面、四肢、五脏，还有那些感受、念头、善恶聚合在一起，我们才方便地称之为那仙，称之为一个人。离开了这些聚合的因缘，并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这个车的比喻2000多年来一直被传颂，因为它太清楚了。我这个字不过是贴在一堆零件上的一张标签而已。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没错，那仙追问的这一句，什么才是真正的？那仙，这个我到底是谁？正是后来禅宗祖师们反复参究的那个大灾问。念佛的到底是谁？拖着这具臭皮囊走来走去的又是谁？我们稍后再回来细说禅宗。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那场对话最精彩的高潮，因为国王接下来问出的那个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有困惑的总源头。国王问：尊者，人死之后去投胎受生的到底是谁？那先回答：是名与身。这里的身指的是你看得见的这副肉体，这里的名指的是你心里那些感受、思想，也就是精神的部分。国王追问：那么投胎的是原来这个人的名与身吗？那先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并不是原来那个。这一世的名与身造下了种种善恶，然后这股力量牵引出下一世全新的名与身，不是同一个，但也不是毫不相干的另一个。国王彻底糊涂了，不是同一个，又不是另一个，这算什么答案？那仙于是打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比方，他说：大王，就好比一盏油灯，从黄昏一直点到天亮，请问天亮时的那朵火焰和黄昏时刚点燃的那朵火焰是同一朵吗？当然不是。火焰每一刻都在燃烧，每一刻的焰苗都是全新的。可你能说天亮的火和黄昏的火是毫不相干的两盏灯吗？也不能，因为它们是同一柱灯芯，前后相续，一路传下来的同一道光。生命就是这样，从婴儿到少年，从少年到白头，再从死亡走向下一次投生，前一念牵引后一念，前一世牵引后一世，刹那刹那，生灭相续。
不是同一个，也不离同一个。那仙还嫌不够，又补了一个更妙的比方。他反问国王：大王，您小时候还在吃奶的那个您，和如今坐在王座上的您是同一个身体吗？国王说：当然不是同一个了。那仙立刻追问：既然不是同一个，那么小时候欠下的债，长大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还了？小时候答应别人的事，长大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认了？毕竟那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呀。国王连忙说：那怎么可以？虽然身体变了，但那份相续，那个生命还是连着的，债当然要还。那仙笑着说：正是如此，人在生死之间流转，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同一个名与身，却也脱不开这一份前后的相续，所以善恶的账一分一毫都赖不掉。在这部经的传承里，还有几个极为生动的比方，把这个道理说得入木三分。比如说，有一个人半夜点了一盏灯想照明吃饭，结果一个不小心火苗窜了出去，烧着了茅草，最后竟烧毁了整座村庄。人们把他抓来问罪，他却喊冤，说我点的那盏小灯和烧毁村庄的那场大火根本不是同一团火啊，凭什么罚我？你觉得他这话说得通吗？当然说不通。虽然此火非彼火，但这一整条因果的链子是从他点的那盏灯一路蔓延过来的，他就得为这一整条链子负责。再比如说，有一个小偷去偷别人家的芒果，主人把他抓住，他也狡辩说你当初种进土里的是芒果的种子，而我摘走的是树上的果子，这果子又不是你当初种的那颗种子，我怎么算偷你的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赖？可他恰恰道破了轮回的真相，你如今受的种种果报，正是你过去亲手种下的那颗种子一路长成的。它虽然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却是同一条因果之流结出的果实，一丝一毫都逃不掉。那仙甚至还打了一个厨房里的比方，他说，这就像牛奶放久了会凝成乳酪，乳酪再提炼会成奶油，奶油再熬炼会成醍醐。你能说醍醐就是牛奶吗？不能，它们的样子、味道完全不同。可你能说醍醐和牛奶毫无关系吗？更不能。没有，那最初的一碗牛奶哪来后面的一勺醍醐？众生的生死流转，就是这样一场永不停歇的转化。而推动这一切转化，让生命死死不肯停下来的那股燃料，那先说得很清楚，就是恩爱，就是贪欲，就是我们对存在本身死死不放的那一份执取。国王还问过一个好问题，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富贵，有的人生来贫贱，有的人聪慧，有的人愚钝？那先回答，这就像同一片果园的果子，有的酸，有的甜，有的苦，是因为种子不同，后天的照料也不同。人的种种差别，正是源于各自过去所造的业，如今结出了不同的果。你听出来了吗？那仙其实已经勾勒出了答案的轮廓。轮回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股相续不断的流。可这股流到底是什么？它凭什么能记住你的一切善恶，准确无误地把账算到下一世？为了彻底锁定这个真凶，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佛门的祖师们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排查。他们要把所有的嫌疑犯一个一个排除掉。第一个嫌疑犯就是灵魂，这是最直觉也最普遍的答案。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老宗教，所有的民间信仰，都相信人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在古印度，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阿特曼，意思就是那个恒常独一能够自主的真我。人死了，灵魂脱离身体，换一个新的躯壳，这不就完美解释了轮回吗？可是佛陀偏偏第一个就否定了它。佛陀说，这是一种堕入极端的邪见，叫做常见。为什么不能是灵魂？因为灵魂这个概念预设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内核。可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怎么可能修行？怎么可能从凡夫变成圣者？如果你的本质是一块万年不化的顽石，那你这一生的努力，行善、忏悔、觉悟，岂不是全都白费？因为那个真正的你，那块顽石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
承认一个不变的灵魂，其实等于亲手堵死了一切修行解脱的可能。好，灵魂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反过来呢？第二个嫌疑犯是彻底的断灭，也就是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根本没有下一世，也没有什么因果报应。这种想法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很多现代人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佛陀同样严厉地否定了它，把它叫做另一种堕入极端的邪见——断见。因为如果人死了就一了百了，那么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善恶就全部失去了根基。这一世作恶多端的人，只要一死就万事皆休。那正义又在哪里？善良又有什么意义？更关键的是，断灭剑一刀切断了生命前后的关联，这根本不符合佛陀亲眼所照见的真相。看到这里，最精彩的地方来了。佛陀既否定了有灵魂的常见，又否定了彻底断灭的断见。他走的是一条中间的路，叫做中道。轮回的那个东西，既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也不是死后归于彻底的虚无，它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用4个字来概括，就叫做不长不断。它不是长，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也不是断，因为它一刻不停地相续。这就是那盏油灯前后相传的火焰，这就是那条昼夜奔流的大河。可问题还没完，如果它既不是灵魂，那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还得继续往下排查。第3个嫌疑犯几乎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我们的意识。很多人会想，肉体会坏，但我的意识，我这颗能思考、能感觉的心，总该是连续的吧？带着记忆去投胎的，会不会就是它？可惜还是不对。佛陀早就把我们平常这颗能思能想的心，也就是第6意识，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意识非但不连续，反而是断断续续的。你想想，当你晚上睡得昏天黑地，一梦无梦的时候，你的意识在哪里？当你被麻醉、被打晕，彻底失去知觉的时候，那个能思考的心是不是完全消失了？它一天之内都要中断好几回，这样一个时有时无的东西，怎么可能是那根贯穿生生世世的线？它连今晚到明早都接不上，又怎么扛得起轮回这么沉重的担子？于是嫌疑犯一个接一个的被排除了，不是身体，不是灵魂，不是断灭的虚无，也不是我们表层的意识，线索似乎要在这里断掉了。而正是这一个难题，逼出了佛教思想史上一次惊人的飞跃。原来早期的佛法只讲到60，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可是随着祖师们越挖越深，一连串的麻烦就冒了出来。第一个麻烦是，人在无梦的熟睡，在深度的禅定，甚至在闷觉昏死的时候，前面这6个时全都停摆了。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这一副身体不至于就此死去？又是什么东西等你醒来的时候，让你还清楚地记得你就是你？第二个麻烦是记忆，你几十年前的一件小事，前6时明明早就过去了，这记忆到底储存在哪里？又是凭什么在某一天突然被唤醒？第3个麻烦就更要命了。到了龙树菩萨，把缘起性空讲到了极致，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这固然究竟，却让一些人心里泛起了嘀咕。既然一切皆空，那业力又挂在哪里？因果又靠什么来连接？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滑向了那个可怕的断灭剑？正是为了回答这一连串的难题，大乘佛法里一个极为深邃的学派唯识宗站了出来。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这2位大师，把佛陀在更深的经典里点到过的那一层心识正式的和盘托出。这个埋藏的最深的答案终于缓缓地浮出了水面，它就是阿赖耶识。唯识宗说，我们的心远远不止表面那一层，他们把我们的心识由浅入深剖析为8识。前面的5识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对应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几种感官。第6识是意识，负责分析、判断、
思考，就是刚才那个时断时续的家伙。第7识叫莫那识，这是一种极深极顽固的自我执着，它躲在意识的底下，时时刻刻都在心底嘀咕着我。你之所以会那么真切地觉得有一个我存在，时时刻刻都在维护这个我的面子，这个我的利益，正是这个莫那识在暗中作祟，它就是我执的老巢。而在这一切的最底层，第8识才是我们千辛万苦要找的真正主角，它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翻译过来是含藏，是仓库的意思，所以它又被称为藏识或者种子识。这是一个超级大仓库，你这一生乃至无量劫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动过的每一个念头，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全部都会化作一颗种子，被储存进这个大仓库里，一颗都不会漏掉。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做过的那些早已被你忘得一干二净的往事，还有你那些说不清从哪里冒出来的习惯和脾气，它们到底存放在哪里？存在你的记忆里吗？可你明明大部分都想不起来了，存在你的身体里吗？可你的细胞早就换了一轮又一轮。唯识宗的回答斩钉截铁，它们全都存放在阿赖耶识这个看不见的大仓库里。更奇妙的是，这个仓库不是死的。唯识宗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什么意思？仓库里的种子遇到合适的缘就会发芽，变现成你眼前这个现实的世界，这叫种子生现行。而你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的所作所为，又会回过头来再往仓库里种下新的种子，这叫现行熏种子。你今天起了一个善念，就往仓库里添了一颗善的种子。你今天发了一顿脾气，就往仓库里添了一颗嗔的种子。这些种子在仓库里不断的进进出出，生生灭灭，构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的暗河。你此生的性格与命运，正是这条暗河在水面上激起的浪花。玄奘大师用了一句极为传神的话来形容它，叫做去后来先做主翁。什么意思？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前面的7个识，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墨，那都会相继停止运作，唯独这第8识是最后一个离开身体的。而当一个新生命投胎的时候，又是这第8识比其他所有的识都更早的第一个进入母胎。他来的时候第一个报道，走的时候最后一个离开，默默地做着生命真正的主人翁。你看，这不就正好接上了那先比丘所说的名与身相续吗？把善恶种子从这一世一路搬运到下一世的那个搬运工，原来就是他。那么在死亡与投生之间，这个搬运工又经历了什么呢？熟悉西藏生死书的朋友对这一段一定不陌生。在藏传佛教的说法里，人断气之后并不是立刻就投胎，而是会经历一段叫做中阴的过渡阶段。这个时候粗重的肉身已经坏了，前6识也散了，维系着这一段旅程的正是那一股携带着业力的深层心识。它会像做梦一样经历种种或恐怖或美好的镜像，而这些镜像说到底全都是他自己仓库里的种子变现出来的投影。然后这一股业势会被自己最深的习气所牵引，身不由己地扑向与他业力相应的那一道生门，开始下一期的生命。你听，这里面依然没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在飘荡，有的还是那一条被业力推着走的相续之流。他去哪里并不是谁替他安排的，而是他自己一生一世积累下来的种子替他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门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人趁着活着的时候多种善的种子，因为到了那个关头，能替你做主的只有你自己种下的业。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谜底终于揭晓了？原来轮回的就是阿赖耶识，那不就是换了个名字的灵魂吗？请你一定要打住，这里藏着整个佛法最精妙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大转折。阿赖耶识恰恰不是灵魂，这是他们之间最关键的分野。
灵魂是什么？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而阿赖耶识，它本身是无常的，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化的。你想想看，这个仓库每一秒钟都在收进新的种子，同时里面成熟了的旧种子又在不停地发芽、变现，然后消失。它从来没有哪怕一刹那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是一条活的河。这正是佛法最深刻也最反直觉的地方。阿赖耶识不是一个装东西的箱子，它就是那些种子川流不息的相续本身。我们可以再用河流来比喻，你看恒河，你看台湾的浊水溪，你可以指着它说出它的名字，可是你能重复地踏进同一条河吗？不能，因为你第二次踏进去的时候，之前那些水早已流向了远方，此刻冲刷你脚踝的是全新的水。那么所谓的河到底是什么？河不是那些水，河是水不断流动的这个过程，这个相续，这个模式。阿赖耶识就是这样一条由业力种子汇聚而成的大河，它不是一个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千辛万苦追查到的那个在轮回的它，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股携带着你全部业力的相续之流。它像烛火，一盏传一盏，火焰不是同一朵，光明却从未中断。它像大河，昼夜奔流，永不停歇，一路奔向来世的海洋。也许用今天的话来说，会更好懂一点。你可以把阿赖耶识想象成一种最深层的潜意识。心理学也发现，在我们能够察觉的意识底下，还藏着一个巨大的、默默主宰着我们行为模式的潜意识。你的很多反应、很多习惯，都不是你当下理智决定的，而是这个潜意识在替你做主。但阿赖耶识比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还要更深，还要更广。潜意识通常只管你这一生的心理内容，而阿赖耶识所含藏的种子却是贯通三世、跨越生死的。它才是那个真正决定了你为什么生来就是这副脾气、这般模样、这种命运的底层代码。那么问题又来了，这条业力的大河，这个阿赖耶识，它是怎么具体的一步一步推动一次又一次投生的呢？佛陀给出了一张极为精密的流程图，叫做12因缘。这12个环节环环相扣，就像一列排好的骨牌。它从无明开始，无明就是根本的糊涂，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错觉，把无常的当成恒常的，把无我的应要当成有一个我。正是这一份无明推动了行，也就是造作各种身口意的业，业又熏习成实，成为投生的种子。这颗实的种子牵引出名色，也就是新一期的身心。名色在长出六入，也就是6种感官，然后是触，是受，是爱，是取，是有，一路推演下去，最终导向生，导向老死。而老死之后，那一份无明如果还没有断除，这一整列骨牌又会哗啦一声重新被推倒，开始下一轮的流转。祖师们还把这12个环节巧妙地摊在了三世里去看，这就是有名的三世两重因果。你过去世的无明和行，是因招感来了今生的识，名色、六入、触、受，这是第一重的因果。而你今生的爱、取、有，又成了新的因，将招感来未来世的生与老死，这是第2重的因果。你看，过去、现在、未来，就这样被一条因果的链子死死地串在了一起。前世的你不是今生的你，今生的你也不是来世的你，可这三世却是同一条因果之流，一环扣着一环，谁也甩不开谁。这也正好解开了很多人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有的好人一生受苦，有的恶人却逍遥自在？因为这一张因果的网是摊开在三世里的，你今生所受的未必只是今生所种，而你今生所种的也未必都在今生就结果。账迟早会算清，只是不一定在你看得见的这一世。12因缘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它告诉我们，
这一整个过程根本不需要一个推动者，没有一只手在后面推每一张骨牌。每一张骨牌之所以倒下，仅仅是因为前一张倒了。这就是佛法最核心的一句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你看，这里面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甚至没有一个做主的我，有的只是条件与条件之间环环相扣的因果连锁。所以那个在轮回的他，其实根本不是一个被搬来搬去的乘客，他就是这一整列骨牌不停倒下又不停被重新竖起的这个运转过程本身。而佛陀真正的伟大就在于他一路追查，追到了12因缘的源头，发现只要斩断最开头那一个无明，后面所有的骨牌就再也倒不下去了，整列轮回的骨牌就此静止。这就是涅槃，就是彻底的解脱。讲到这里，也许你的心里会冒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根本没有我，那我还需要辛辛苦苦的为善去恶吗？反正做坏事的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我，受报的也不是同一个我，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正是很多人一听到无我就立刻掉进去的一个大坑。可你只要顺着刚才的道理再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念头有多危险，也有多愚蠢。无我恰恰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无所谓。无我说的是，因果这一条河比你想象的还要真实，还要无情。正因为没有一个能做主的我，可以在死后就一走了之，赖掉一切，所以你种下的每一颗种子才会分毫不差的在这一条相续之流里结出它该结的果。你以为做了坏事，那个我一死就解脱了，可对不起，那一股携带着恶业的浊流并不会因为换了一副皮囊就自动清零，它会带着你造的业继续往下流，直到果报成熟的那一天。所以你看，真正明白了无我的人，非但不会因此放纵，反而会对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更加的敬畏，更加的小心。好，故事讲到这里，整个理路似乎已经非常清晰了。轮回的是阿赖耶识，是这一条不长不断的业力之河，是12因缘这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可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最终的答案，禅宗的祖师会走过来给你当头一棒，因为还有最后一层，也是最深的一层转折。连这个阿赖耶识究其根本也是空的，它是相续，却不是实体。禅宗的祖师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你把阿赖耶识这4个字又当成了一个新的我，紧紧地抓住不放。你刚刚好不容易丢掉了灵魂这个我，一转身却又抱住了阿赖耶识这个更精致更隐蔽的我。这在祖师的眼里是换汤不换药，你还是没有解脱。所以他们干脆不跟你多讲道理了，他们甩给你一句话头，逼你自己去参，自己去看。念佛的到底是谁？拖着这具死尸走来走去的究竟是谁？你的父母还没有生下你之前，你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当年有一位卧轮禅师做了一首偈子，夸口说自己很有本事，能够斩断所有的念头，对着外境心都纹丝不动，觉得这样修行很了不起。这话传到了六祖慧能的耳朵里，六祖却摇了摇头，说这样修反而是给自己添上了新的束缚。六祖也回了一首偈子，大意是说，我慧能没什么本事，也不去刻意斩断念头，任由心对着外境自然的起起落落，这样觉悟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妨碍呢？你听出这其中的天壤之别了吗？真正的解脱并不是拼了命去消灭那个我，去死死压住所有的念头，那样做反而是把我当真了，是在跟一个影子苦苦死磕。真正的解脱是看破那个我本来就是空的，于是念头来也好，去也好，你都不再被它牵着鼻子走。还有那个最有名的公案，有人问赵州禅师，狗子有没有佛性？赵州只答了一个字，无。这一个无字堵死了你所有向外攀求的路，逼着你回过头来直面那一个没有答案的深渊。近代的虚云老和尚，我们的老朋友了，他一生就是死死咬住拖死尸者是谁这个话头，
苦申了几十年，才最终大彻大悟。还有那位从印度东来的达摩祖师，当年梁武帝在大殿上问他，在我面前的到底是谁？达摩只回了2个字：不识。这个不识可不是说我不认识，而是说那个究竟的实相根本就不是你用头脑能够认识、能够指认出来的一个对象。你一旦开口说它是什么，就已经错了。这就是禅宗要点破的最后天机。你想想，凡是你能够想出来的答案，凡是你能够说出口、能够指认的那个我，无论你把它叫做灵魂、叫做意识，还是叫做阿赖耶识，都已经落入了概念的框框，都已经是第6意识妄想出来的一个影子、一个境界，而不是那个真实本身。真正的明心见性，靠想是永远想不出来的。话头的作用就是把你的逻辑思维一步步逼到绝境，逼到山穷水尽，让你所有的答案全部失效。最后在那一个巨大的疑团砰然炸裂的一瞬间，你才会亲眼看见，不是靠推理想通，而是直接看见。佛门里有一部大家都熟悉的《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正好可以为这一切做注脚，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看，连那个能生万法的心都不应该有所住，都不应该死死地只取任何一个对象、任何一个念头，包括只取一个我。心若能够不住，就如同流水，如同虚空，来去自在。这才是那个真正超越了我与无我，超越了一切言语文字的境界。所以佛法对谁在轮回这个千年公案最彻底的回答，其实不是给你一个名词，它不是拍着胸脯说诺就是这个东西在轮回，它给你的是一根指向月亮的手指，一种超越了言语的洞见。用经论里最精炼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有轮回而无轮回者，有造业者而无真正的作者，有受报而无真正的受者。你听听这句话有多惊人。轮回这件事真真切切的在发生，造业、受报、因果一丝一毫都不会虚假。可是你翻遍整个过程，却找不到一个在轮回的人，找不到一个造业的我，也找不到一个受报的实体。业力宛然不失，作者却了不可得。事情确确实实在发生，却没有一个发生事情的主人。这才是无我与轮回之间那一座最终的桥梁。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有一点眩晕，甚至有一点恐慌。既然连我都是假的，那我这一生的奋斗、爱恨、牵挂还有什么意义？先别急，恰恰相反，这个真相不但不可怕，反而是佛法送给我们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一份礼物。你不妨换一个角度想，既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那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被判过无期徒刑。你不必永远是昨天那个懦弱的你，那个易怒的你，那个被过去死死绑住的你。昨天的你不是今天的你，今天的你也不必是明天的你。这一条业力的大河，它是流动的，这就意味着它是可以被改变、被净化的。还有一件事，或许是这个道理送给我们最深的一份安慰。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说到底是死亡。我们怕死，怕的其实是那个我的消失，怕的是这一个好不容易经营了几十年的我，忽然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曾真实的存在过，那么所谓我的消失又从何谈起？就好像那一朵漩涡，它从来没有真正诞生过一个实体，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死去。它只是水的一种样子，换一个地方，换一种因缘，又会激起新的漩涡。死亡并不是一盏灯彻底熄灭，陷入永恒的黑暗，而更像是这一盏灯把它的光传给了下一盏灯。火焰换了，可那一份光明，那一股相续并不曾中断。当你真正看懂了这一点，死亡就不再是一堵冰冷的高墙，而更像是一道门。依次转身，你未必还会像从前那样那么死死地害怕它了。这正是无我这个看似冰冷的道理背后藏着的最温暖的深意。
这才是整个道理里最激动人心的一点。因果丝毫不爽，这是铁律。可是那个承受因果的我却是空的，是可以转化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恰恰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你此刻投进这一条河里的每一颗种子，一个善念，一次宽容，一回警醒的觉察，都会实实在在地改变这一条河下游的水质。唯识宗管这个叫做转识成智，就是把那一个充满了烦恼与执着的阿赖耶识一点一点地转化成清净圆满的智慧。你不是在跟一个命中注定的自己苦苦搏斗，你是在为一条大河的走向亲手掌着舵。也许你会问，这么玄的道理我怎么能亲身体会到呢？其实不难，你此刻就可以试一试。请你安静下来，回过头去看着自己心里冒出来的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个念头升起，停留一下，然后消失，紧接着下一个念头又升起，它们就像天上的云，一朵接一朵地飘过。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在这些念头的背后，真的有一个叫做我的观察者稳稳地坐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吗？你越是仔细地去找那个观察者，就越是会发现找不到。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念头，只是观看这件事本身，却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观看者。就像镜子照物，镜中影像来来去去，可镜子从不曾抓住任何一个影像，也从不曾因为影像而多出一个我。当你哪怕只是一瞬间真正尝到了这种没有观察者的观看，没有思考者的思考，你就已经亲口尝到了无我的滋味。那一刻你会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那个一直绷得紧紧的，需要你时时去维护去防卫的我，忽然就松开了。有意思的是，现代人也在重新发现这一份古老智慧的力量。当人们透过禅修，透过静观，慢慢地松开对那个我的执着，把那些关于我的喋喋不休安静下来的时候，研究者发现他们内心的焦虑往往减轻了，而那种被称为幸福感的东西反而悄悄地升了起来。这或许正好说明了一件事，我们这一生大部分的痛苦其实都源于一个天大的误会。我们拼尽全力去保护，去喂养，去焦虑一个叫做我的东西，可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就不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我们一直都在为一个影子提心吊胆。所以让我们最后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佛说无我，那轮回的到底是谁？现在你的心里也许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个在生死里漂流不息的他，其实从来都不是别人，也根本不是某一个东西。它是一条昼夜不停流动的河，是一盏又一盏前后相传的灯。它不长也不断，没有一个实心的我，却又因果分明，相续不绝。而最要紧的是，此刻的你，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善意，都正在为下一盏灯添着油，续着焰。那么回到你自己的生命里，这一条由你亲手浇灌的大河，你想让它流向清澈，还是流向浑浊？下一盏从你这里传递出去的灯，你又想让它去照亮一个怎样的来生？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任何一部经书里，就在你放下手机之后，怎么去过接下来的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一场没有我的旅途中，亲手点亮那一盏真正属于觉醒的光。